美国3月份发生了银行危机，当时说到了美元面临着全球去美元化的趋势，而去美元化其中一个代价就是使到美元变得更加的强，其他的货币变得更加的弱。我们看到人民币相对美元在过去2个月是贬值了超过4%，也对港股和中概股带来一个蛮大的调整。所以今天这个视频我们会探讨一下美元和其他国家的汇率对你对我手上的资金所买的股票和当地的经济有什么影响。今天的课题对大家是息息相关，我邀请大家留到最后，一定会收获满满。大家好，我是奇葩爸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股票30年的经验和心得，希望帮助大家避开股灾，找到10倍股，让财富滚雪球。记得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视频的上传和直播的通知咯。爸爸，最近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呢，下跌了大概6.88的百分比，那人民币是不是要变成废纸了呀？如果你怕变废纸，不如你把人民币给我好不好？不要随便听外面的人乱讲。其实人民币贬值是很正常的。我问你了，现在人民币10年国债的利息是多少2.7、那美元10年国债的利息是多少3.8。那如果你有100万人民币，买人民币国债能得到2.7%，买美国国债能得到3.8%的利息，你会怎么做？把人民币全部抛售掉，然后呢，会去买入美国的国债。那你抛售人民币买美元，那自然这个美元的汇率相对人民币就会涨，人民币就会贬值了，是个利差的问题。现在美国的利息高，人民币的利息低，所以资金流向美国买美国的债券，那自然美元相对人民币就会升值，人民币就会贬值了。Oh, I see。那为什么人民币的利息会这么低呢？那首先我们要知道，美国现在的通胀是比较高，那在通胀很高的情况下，美联储必须要升息和缩表，使到市场里面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可以把通胀降温。美国现在经济还算可以，虽然预期会有一个经济的衰退，但在目前来说，就业率还是蛮高的，给了美联储有空间可以升息去对抗通胀。相反来说呢，中国的经济的复苏到了第2个季度的时候，看到好像不太好，就业率也比较差，但是中国的通胀是非常低，基本上是没有通胀的。在这个情况下，中国人民央行是有这个空间可以用量化宽松的手段，也就是美联储过去几年所用的来刺激经济、刺激内销，还有一个就是针对内房比较疲弱的这个现象，所以降低了利息，也是增加了买债，把资金打到市场里面。所以在中国本身的资金是非常的充裕，而且回报也是比较低，所以这个时候很自然中国本地的资金会外流到美元市场。那中国的经济会不会完蛋了呢？看回中国的经济啊，我觉得现在中国经济今年的复苏是比预期的弱，其中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其实中国的经济大约是30%左右是跟内房有关系的。那中国的内房其实有了一个很长时间的泡沫，这个泡沫使到中国楼价在2019年的时候，相对中国市民的收入是很高很高，已经超越了普通老百姓能够负担的能力。这个泡沫在2020年爆破之后，楼价不再涨，人家也不会再去抢着买楼。那当楼价在跌的时候，人家在买楼也会犹豫不决，因为如果现在买了楼，明年的楼价再跌的话，大家就会蒙受很大的损失，所以楼价跌的时候，大家都不想买楼。那内地房地产不景气，就会影响到建筑、银行、房地产中介这些行业。那另外，全球供应链在去中国化，这个是出于美国的进口商要分散他们的风险，不要把所有的生产放在中国大陆。以前是太多的生产集中在中国大陆了，因为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还有这个地缘政治的紧张，所以作为合理的企业的规划的话，把生产分散到不同的国家是一个正常的考虑。如果你去年面对很多经济困难的问题，今年虽然赚了点钱，你敢不敢马上出去乱花钱？我应该会把赚到的钱可能先去还债吧，
或者是把它存起来，不会乱消费。经历了过去1-2年的新冠疫情啊，好多的经济活动都受影响，包括中国的内房，房价也跌了，这会影响大家的消费的信心，所以中国的内销也不是太好。中国的央行必须要降低利息和推出其他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希望可以提升消费，还有把持续低迷的房地产市场去开动。其实每个国家在不同的时候经济都会面临不同的挑战，但是我们要相信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是有他们的智慧可以克服这些挑战，经济衰退之后还会复苏，还会有繁荣的时代来临的。那中国的人民币下跌了这么多，会不会影响到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或者是汇率呢？我个人觉得呢，最重要的是其他的货币相对美元的关系要比人民币对其他的货币的关系。那如果我们看其他的国家的话，今年有许多的国家他们的货币相对美元也是贬值了。在这里呢，其实有2个大的因素。第一个当然是这些国家的利率相对美国的利率中间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利差。比如说我们看日本债券的收益率大约还只是停留在 0.3 几，那相对美元来说中间有 3.6% 的利差，所以日元是持续的贬值。那除了利差之外，这些国家也是生产和出口的，跟中国大陆还是有竞争的。那如果人民币贬值的话，这些国家如果货币不贬值，他们的生产成本相对就会比较高，竞争能力就会有所削弱。那这些国家的央行也乐于把利率停留在相对比较低的水平，而让这些国家的货币相对美元也是贬值，使到他们保持竞争能力。所以人民币贬值也会影响其他国家的贬值，但这个就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动态，很自然的事情。最近 A 股和港股也跌了非常的多，那到底这个外汇跟股票或者是股市有什么关系呢？ A 股跟 H 股是有所不一样的， H 股更像是美国上市的中概股。这2个共同之处什么呢？香港很多上市的公司现在都是中资背景，赚的是人民币，在中国大陆有业务的公司。美国上市的中概股也是同样的，也是大部分的营业的收入都来于中国内地，赚的是人民币。所以当人民币贬值的时候，这个公司未来赚的钱相对在用港元或者美元来看的话就会贬值，没有那么值钱了，所以他们的股价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但是 A 股市场呢，因为他们赚的是人民币，股价本身也是人民币来计算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年其实 A 股市场是持平，没有怎么涨也没有怎么跌。而对香港的恒生指数呢，大约是跌了4%到5%左右。其实你看回人民币跌了不止4%到5%。当然香港恒生指数当中也有一些是本地或者世界各地有业务的企业，所以恒生指数的跌幅略少过人民币的跌幅。但是恒生指数那个跌幅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因为人民币跌了，所以没有什么大不了。那中国的股票和香港的股票到底什么时候会涨呢？是不是人民币的汇率上涨了它才会有一个反弹，还是它有其他的因素会导致它会反弹呢？那我们刚才谈到人民币的贬值今年是导致股票市场低迷的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当然股市的走势除了货币的考虑之外，还要考虑到企业的盈利啊、利息的走动啊、其他的因素，包括还有资金的动向，而资金的动向也会考虑到政治的局势。我个人觉得今年上半年很多不利的因素是聚在一起了，有人民币的贬值，有中美的关系的紧张，还有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担忧。我个人觉得这些不利的因素已经是充分的反映在股价里面了。所以现在香港的股市相对他们股价背后的价值是相当的便宜，有相当大的折扣。当然这个不代表以后市场不会更悲观，打的折扣会更大，但是我觉得要走的投资者已经相应的走了。股神邓普顿所说的那句话，当一个市场里面充满着悲观的情绪的时候，可能这个市场是到了底的时候，是逆向投资者去寻找机会的时候了。还是要提醒大家那一句，如果你没有学过投资股票的
的话，先学习再去投资，而不要匆忙的去买股票，因为你不懂，你会在股票市场里面输钱，所以要投资先求资。那好消息就是股票市场其实可以很简单的让我们去参与，而且可以得到可观的回报。首先我们可以傻傻的长期买入持有，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得到股票市场长期的回报。股票市场长期的回报平均会有10%左右，已经是跑赢了债券，更加是比钱放在银行里更好。股票市场有周期，股价有波动，那如果我们看通了这个周期的规律之后，就可以做到低买高估了。如果想了解多一点的话，我有一些实际的例子是在我收费的课程 GMT 内容当中抽取出来的，可以给大家去学习和参考，大家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找到连接去登记领取。那为什么我看到日元兑换美元的汇率跌了10.9%，但我看到日经指数反而升了23.4%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几个因素。第一个，日本的股市是长期低迷了一段长的时间，相对来说是便宜的。在2020年的时候，著名的价值投资者股神巴菲特就去日本买日本的股票，没有一个很大的安全边际，打很大的折扣去买股票的话，是吸引不到他老人家跑这么远去捞底的。那有了巴菲特买股票，这个巴菲特效应也吸引了全世界的资金在今年进入日本市场去买股票。那另外呢，日元贬值的话，日本的股票是用日元来计价的，但是他们的公司很多是出口到全世界的，所以日元贬值了之后，他们的生产成本降低了，在全世界的竞争力大了，卖出去的东西转成日元之后，毛利率会提升，可能也会卖了更多的产品，所以是利好日本企业的盈利。所以日本的股市相对日元来说是涨了不少，但是我们作为国际的投资者，我们要考虑到日元的贬值，所以日经指数涨了23%，但是日元贬了11%，其实我们净赚也只有10%左右，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好。那我又看见了马币，它现在的利率呢大概是3.9%，是比美元的3.8%的利率呢还要高。那为什么现在马币也是不停的在跌呢？刚才我们说过了利差，但是除了利差之外，我们哪里做投资还要考虑另外一个因素。举个例子，现在马来西亚的国债利率是3.9%，美国国债利率是3.8%，你有马币的话，你会放哪里？我觉得买债券除了要考虑利率之外呢，还需要去考虑债券的信贷评级。我觉得美国国债的信贷评级呢，相对会比马债会稍微好一点。所以呢，如果两者的利率差不多的话呢，我可能还是选择美国国债。除了要考虑信贷评级之外，其实还要考虑一个，就是未来这个货币会不会贬值。如果我们赚了一点点的利差，但是未来这个货币贬值了，那我们还是得不偿失。所以现在这个市场的利率也告诉我们，市场现在预期着未来的马币会继续的贬值，要不然的话，人家就会抛售美金来买马来西亚的国债收利息了。I see。那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吧，记得把今天的影片分享出去咯。那我们下次再见。